好，我们继续把关注的焦点放在缅甸啊。缅甸的官媒最近有报道指出说，缅甸军政府所支持的政党联邦团结发展党，在极具争议性的这个全国大选第一轮选举当中，目前是获得领先。而这次大选呢，也是2021年缅甸政变之后的第一次投票。提到了缅甸的诈骗园区一直都是让外界所令人发指的目标，但很少有人真正进去过实际看一下里面的情况。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讨论过非常多，而今天我们的来宾之一秉佑兄特别这次到了缅甸去一趟那你是直接到了泰缅中部边境妙瓦底南区，在顺达园区的这个地方。对。OK， 顺达园区我让大家了解一下过去主要是由中国大陆的福建帮的势力所掌控。2025年呢11月25号被克伦民族解放军给攻下，而在目前呢是由反军政府的武装势力来掌控请教秉佑，这次去的目的是什么？其实这次去目的一开始是就是反政府军他们开始有一些人，因为过去他们在整个内战的过程当中，其实都是跟中国在互动了那他们认为就是说，中国还是比较偏袒军政府所以他们开始希望能够结交其他的新的朋友。那有一部分的人可能透过留学啦，透过什么关系，就开始跟我们这边有一些联络。那我就跟他们讲说，其实我觉得要发展民主伙伴的关系都很好，但是对台湾来讲，其实缅甸非常的陌生，但我们只知道就有诈骗这个是一个大本营嘛所以我就说，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能够到那边去，然后看看能不能谈看有关诈骗的这个反诈的合作了那就正巧就是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刚好他们去打下了这个所谓的顺达园区。那这个动机什么，其实我不太清楚，但是我自己的掌握的一个讯息是，这个顺达园区里面其实是有极少数的美国人，很少数的美国人，所以有可能是不是说美国政府有希望这些反政府军去把这个人救出来了那后来我也借着这个机会，我就要求说，是不是能让我去里面看？因为我们很多在台湾的对这个所谓的诈骗的报道很多，可是没有人看过真正里面长什么样子。那刚好有这个机会，我就拜托他让我去看看。你第一手观察是怎么样？我第一手观察，其实我觉得还是要呼吁全台湾的这些民众，不要对诈骗这件事情轻忽，因为他们其实是用尽了生命的力量在想尽办法要骗你。他不会很单纯的只是利用你人性的所谓的贪婪或等等这些，他会有很多不同的做法，包含这种所谓的感情的诈骗、投资的诈骗、司法的诈骗。司法诈骗我觉得就很特别，有一个朋友他就前阵子被骗的原因不是因为他贪婪，而是因为他是一个热心助人的人，他以为他不提供这些资料，他会害到一个无辜的人的时候，他就把某些资讯提供出去，结果造成他的这个账户内的这个资金全部都被移转损失。那这个就始料未及，他并不是因为贪心所以我必须讲就是说，大家对这个事情要非常的谨慎。他们想尽办法骗了这么多人去那边去从事诈骗行为的时候，这些做诈骗的人他不努力骗人，他是活不下去的。所以他们一直会，我其实拿了很多笔记本回来，他们里面就是怎么去做人设啦，怎么去想好我跟你怎么谈恋爱啦今天跟他谈的状况怎么样？我觉得我明天我要再给他一个小故事，再给他鼓励一下。我必须讲这个就是非常多套剧本，而且非常充分的工具去做这些所谓的电诈的行为。那你只要一付钱之后，其实这些就是进入着虚拟货币的世界之后，然后流通到哪里去你也不知道。那为什么我会认为这个要非常值得大家注意的原因，是因为它是一个在三不管的地带，军政府它也势力也达不到。那事实上这些所谓的反抗军，它其实也没有能力掌握全局。那西方主流国家或者说这些真正有制度的国家，泰国或者说欧美国家或台湾、日本想要去帮助，其实都很困难，因为它就是一个坦白讲，我觉得荒山野岭。所以当在这种无秩序的这个地方去产生，它只要透过一个星链，它只要一个 Starlink 连出去，它就可以 reach 到全世界所有的人。我里面还有一个片段说，我说不要以为说这个诈骗的这个受害者只有在亚洲，只有在台湾，我就在当场捡到一个 AT&T 的 SIM 卡，捡到3张，然后里面的确为什么符合我们的情报，就的确或许是有美国人在里面被逼着要去从事电诈。那甚至我回来之后还有一个假装是白人的那个脸书账号，他是台湾人，我跟他说我说他是来请我求助，向我求助的那我一看就是说他英文程度是很好，他就是负责去骗欧美人士的这个，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你很难，我们有通过这么多的这个宣传，通过这么多的这种所谓的警告，可是如果你不去理解他们是一个有密集的资本、人力
技术在从事这些犯罪行为的话，你会太过轻忽。对，因为他应该是要用政府力量去对抗的，所以在每一个人来讲，你应该更清楚，就是说，你只要有一点点认为这个是疑虑的话，你应该就要去打我们的165反诈专线去求证。好，因为这些手法其实在我们政府都会尽量的去收集，只是我们不会去公开的原因，也是因为怕有人会去利用这样的手法去害人嘛。哈，但我只能说，我们过去听闻的这些邪恶事迹，我直接把它亲眼见证带回来给大家知道，这个就是一个。它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顺达园区只有4000人，但是就我所知，就我们初步的估计，整个在缅甸妙瓦底周边的电诈园区从事诈骗行为的，至少有30到50万人，它是一支大军，所以那个只是其中的9牛1毛而已，它只是9牛1毛而已，所以我说它是一个比台湾军队还庞大的一个集体。那我请教，你觉得用铁腕手段根除得了吗？我认为用铁腕手段会造成一定的程度的伤害的原因，是因为第一个是。它电诈毕竟它需要一定的硬体设施，那它资金还是需要花一点时间。譬如说，我要骗到你，我可能不会说我今天跟你接触我就马上得到资金，而是他可能 cooking 了3个月、5个月、半年之后，他才开始说我终于开始回收了这个资金。那只要让他的这个所谓的资金链能够断掉，我打击你的电诈园区，事实上是你电诈园区你的新建，你要盖这些组合屋，你要盖这些生活设施，都是需要钱的。那如果说他还没赚到钱，他就损失了，那他怎么会有足够的资金去持续的运作？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考虑的方法。原因也很简单，你要抓人很困难，因为茫茫大海当中整个这个所谓的中南半岛这么庞大，你要找到人很困难。可是你在卫星上，你要看到有一处新的电诈园区出现，非常的容易。好，所以你点到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啊，因为这个结构性的问题可能不是一时半刻可以解决得了的，而且就是你真的要是断金流，然后呢断通讯啊，或者甚至是包括现在我们提到的。用轰炸的方式，这个因为在2025年底啊，其实缅甸柬埔寨的主要诈骗园区先后都遭到军事行动，要把他们剿灭。缅甸军政府在12月初更是突击 KK 园区还有水沟谷园区啊，扣押了数以千计的外籍人员，包括可能您刚刚提到的美籍的都有可能哈。但是为了展现威慑哈，军政府还采取了非常震惊的手段，就是用炸药炸毁整栋建筑物。那到了12月中啊，泰国军方也趁着上一波的泰柬冲突，出动了战机去轰炸柬埔寨边境的多间赌场。而泰国的看守总理呢，他就表示说，虽然柬埔寨的境内赌场呢不是在泰国司法管辖范围内，但是相关场所成为诈骗行动的掩护场所，所以他们觉得有必要加以处理啊。何老师觉得，因为我们谈过非常多次哈，这个诈骗园区它就是像是野草一样，这个除不尽又在生，但是就是斩不断。关键就是我们提到的结构性因素。当然，我们国人这个提到这个缅甸哈，我们就会觉得这缅甸是不是都是诈骗哈，然后甚至于觉得说这缅甸人很坏，像我们误解了这样的一个诈骗的这个集团哈，就是说它存在于缅北哈，实际上也不止缅北，柬埔寨也有，对不对？那柬埔寨那问题那个更难处理，因为那个背后跟鸿升集团还这个非常有这个关系。三不管嘛，对啊，那大家都不管。那我们还开玩笑讲这个像柬埔寨的诈骗，对不对？那个基本上是国营的哈。那就是说，事实上缅甸人是很善良的，我们都知道，这缅甸人是很勤奋。日本的商社他们在这个很长一段时间在缅甸缺乏基础设施的时候，他们愿意进入到缅甸，对的，去投资。为什么？因为他觉得缅甸的劳工真的好，有日本要求的那种劳动的这种精神，而且他们跟雇主之间的那种忠心，让日本人觉得就是说缅甸人的这种劳动伦理是最像日本人的。对，因为台商也在缅甸有设厂。这缅甸人是很赞的，是缅甸人是好的。可是那个诈骗集团基本上存在于缅北这个地方，它是一个这国际的这个诈骗，它是一个跨国的这样的一个诈骗。当然，它现在也成为这全世界的一个诈骗的一个中心了。那这样的一个问题要怎么样来这个处理哈？就是说，现在当然就是说这缅甸的军政府哈，还有跟泰国这个似乎这个等于是去摧毁这样的一个这个园区。但是你如果这个不能够这个把你的这个行政权哈，就是说深入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基本上那个地方就跟刚刚林议员姐讲的一样，那地方基本上是一个三不管地，这也透露了整个缅甸的一个政治，就是说你缅甸军政府，你号称你是一个就你把翁山书记给关起来了，对不对？他生死不明，可是你真的能够牢牢的去控制缅甸吗？缅甸很多地方现在是无政府的状态，那这个无
政府状态，这刚好就是这些诈骗集团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安身立命的一个地方。所以，老师，您觉得缅甸军政府面对诈骗的这些问题，他是不想管，还是不能管，还是？其实我觉得他根本就是力有未逮，因为就是说他基本上他没有办法这个去控制到整个这个他缅甸的这样的一个全境，所以现在的这个诈骗啊，在缅北这个地方啊，那个几乎是这个等于是一个如入无人之境啊，就是说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公权力能够在那个地方去执法嘛。对，我那经常就开玩笑讲，这个刚刚黄老师讲这美国去炸委内瑞拉，对不对？我今天讲，如果北京的外交像美国那样子的话，他早就去炸这个地方了。为什么？今天你是在我的踏旁，对不对？而且很多的受害者是我，而且这里面很多犯罪者也是中国人，对不对？那他按照这种逻辑的话，对不对？那我来处理最好。可是我们看这个中国似乎他也不想要去处理这样的一个烫手山芋，因为国家不一样哈，毕竟做法不一样啊。那黄老师又怎么看？因为现在讲到说，现在当政执政掌权的就是缅甸军政府嘛。虽然说他们最近刚刚特别提到了，举办了这个5年来的首次大选哈，而且现在由军方所支持的这个政党呢，在第一轮的投票是大幅领先。那这次呢，也看到军政府的发言人就表示说，有超过600万人在全国120个乡镇完成投票，这投票率有52.13%。所以他们说呢，就算在已经开发的民主国家哈，也有这个投票率不到50%的情况发生。所以这个投票率啊，真是让缅甸自豪的来源呐。但是路透社也报道说，联合国还有西方国家呢，都质疑这次的选举其实是一个假选举哈，其实就是做样子、形式的。东协也都在观望在大选之后的政局。我要问的是，这样看来，其实军政府还是有可能继续长期执政，是这样。凡是军事政变取得政权的，他都会透过一些方法去把自己的合法性，把它巩固一些啊。那么不论是集权或者是武装独裁，那这次的选举总的来看，你看到各方面报道，其实有些地方也很荒诞。第一个，军政府决定了哪些区域可以选，哪些政党可以选，啊，然后可以投票的区域是哪些？如果你限制哪些人可以参选，哪些人可以投票，结果投票率才52%，我觉得也蛮丢脸的。如果都是在你控制之下，那基本上我觉得是一个预先写好剧本，然后试图，这不管是对国际或者是对缅甸内部有一些不愿意用革命或暴力手段去对抗军政府的人，去有一个所谓合理化的一个说法。可是他的这种选举，我觉得只会激发更多的内部矛盾跟冲突。那老师，我请教，您觉得未来会影响到缅甸军政府它政权的内部跟外部的因素，最可能是哪些？我觉得国际势力还是很重要，因为军政府背后，我想秉佑兄也很清楚，其实不管是反抗军或者是军政府，你今天能够在江湖上行走，形成这样的僵局，把类似一个国家里面有一部分无政府状态，外力都有介入。这外力的话是包括美跟中都有。对，那如果这些背后的大哥们都无力无暇或是不想去解决的话，那就是缅甸内部，我觉得反抗军要这种各个不同的势力，他们彼此的利益也有重叠，也有冲突的情况之下，要去推翻军政府，难度还是很大。所以我们刚刚提到的跟诈骗的议题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常常听到那句话：非不能也，乃不为也。马上回来。2025全球局势必须关注，中美赛局牵动地缘风险，连带影响台海两岸未来。环宇全世界，关心全世界，权威分析，专业观察，客观立场。每周6日，请您准时锁定，一同关心全球大事的瞬息万变。欢迎回来。2026对于日本来讲真的是挑战的一年啊，因为最近就看到印度政府他们在2025年的年底
发布了一份年终经济评估报告，就引发了国际关注。为什么呢？因为这份报告指出，印度2025-26的这个财政年度啊，这个 GDP 达到4.18兆美元，正式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4大经济体，而且打算呢在2年内还要再往前拼到全球第3名啊，前3名。但是呢，这个 IMF 呢在此前也宣称说，印度真正超越日本，必须要等到2026年3月这个财年结束，而且实际的差距啊，只有大概100万美元。所以说，就算是到了第3名啊，其实你跟第4名之间，就是那个日本，你如果超越它，你也不过是多了它100万美元而已啊，所以你有可能再度被反超。那我要问何老师啊，这个现在看起来啦，我们只能说肯定印度是有雄心勃勃或者野心勃勃，但是印度制造真的是具备了超越日本的实力呢，还是怎么看呢？当然，印度制造曾经是很多人的一种就是说一种想象啦。那个时候我们讲就是所谓的 China Plus One， 对不对？中国加1，那个1除了讲的越南之外，很多人讲说印度可能它可以再去复制中国的那样的它过去这个40年来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成为一个这种 rising power 的这样的一种经验。不过我觉得这个整个印度的这个文化跟整个印度的这样一个社会结构跟中国是不一样的哈。那就是说，他可不可以去复制中国的这样的一种这样的一种经验，对不对？然后把自己的这样一个经济的一个量能推升到几乎就是说跟美国几乎是站在一起哈，虽然还差美国大概有一小段的一个距离哈。那不过就是说，除了中美之外，他们在争第3、第4哈，那个基本上意义不大。为什么？因为第3、第4加起来还没有中国跟美国的一半啊，没错，没错。然后就是说，更何况就是说，印度你现在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一个国家，日本才多少人，德国更少，对不对？那你这样子去从一个这样一个经济的一个 GDP 的一个绝对数字，去跟这2个国家去争所谓的第3跟第4，这没有意义，对不对？你整个这个经济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结构，还有你在国际的这样的一个供应链里面的这样一个位置，那没有人会认为你是可以跟这个日本或是跟德国去等量齐观的哈，甚至于就是说你可能要走到这个中国现在在整个国际经济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地位，你都走不到，对不对？所以当然印度基本上是一个未来是有成长希望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啦。不过就是说他想要在很短的一个时间，或许他在这个整个 GDP 上面哈，他可以真的在今年啊，就是说2026年来超越日本，因为日本现在的日元真的哈，也不晓得是得了什么病哈，就是这个利息也升了啊，这高市早苗，对不对？他以前骂人家就是说升息是笨蛋，结果自己也做了笨蛋的事情啊，对不对？然后但是利息也升了，而且预估今年还要继续升息，可是整个日元的汇价几乎变成是。我们用台语讲，那西迪亚给哈，而且现在的中日关系纹风不动啊。现在中日关系也还没有得到一个缓解哈，这是会不会也有点关联？当然就是说其实中国对日本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这种就是说在观光上面的这样的一个抵制，这一次的中国对日本的抵制，基本上跟那个时候的钓鱼台国有化那个力道差很多。他没有抵制日货，而且在中国的境内也不去骚扰日商，因为中国现在他也很担心这些日商还愿意留在中国，他已经时候非常感激他们了，对不对？他不想因为现在的中日关系的这样的一个恶化，去造成这些日商在中国的投资的这种不安感。但是他用所谓的就是说人流啦，就是说我把观光客稍微降，可是他不是全关啊，很多人误会说。中国大陆基本上只关团客，那团客的影响其实当然有，可是基本上就是说它的影响是有限的。所以中国大陆这一次对日本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这种经济的施压，我觉得警告性大于这个实质的一个意涵啊。对，而且其实看得出来，过程当中其实它是有节奏的哈，它不是一次做到底。对，然后再看后续的状况，再决定要再做什么样的事情。我觉得
印度这个报道哈，我觉得看了这个最生气的应该是高市早苗哈，他一定不太高兴。为什么？因为你基本上你在唱衰我早苗经济学嘛，开年就给我这样的一份报告，就是说对不对？我早苗经济学这个是我未来我这个我高市早苗能够当日本首相多久的这样的一种续命丸呢？对，结果你这样子讲的话，是不是觉得我的这个早苗经济学是骗人的？对，刚刚老师提到说，中国大陆在面对说日商的这一块哈，其实也非常的谨慎。那刚才也提到说，就算是印度也好，还有包括像是日本也好哈，这个两个加起来呢，也不过最多吧9兆美元啊。可是呢，排名第一跟第二的啊，比如说美国是第一哈，30兆。所以根据2025的 GDP 预测的话，有可能30兆。中国大陆呢是接近20兆，所以这争个第3、第4，其实都是人家不到一半啊。那讲回来说，日本企业从中国大陆出走，在2025年有看到一些迹象啊，因为在2022年工业产值将近32亿人民币的中山佳能工厂，他们就宣布要关闭。三菱汽车也终止了沈阳引擎的合资项目，彻底退出了中国汽车制造。另外是 Sony 的 Xperia 手机业务呢，也宣布要撤离中国大陆哈。但是也有分析指出哦，说日本企业现在正在用一种 K 型分化的战略，在重建在中国大陆的布局。那什么叫 K 型战略啊？也就是呢，低端产能撤退，高端领域采取重兵压境的方式。好，我们回顾2025前3季啊，日本对中国大陆的投资甚至还有年增55.5%啊，这成长是排在全球第一的。所以现在这个 K 型分化的战略哈，怎么看日本产业他们现在的这个战略思维啊？我觉得我们后面的分析其实对台湾也都有参考，基本上就是低毛利啊，这个低端的啊，或者是已经成熟的产品。这几种都是在中国大陆在地会逐步爬上来的竞争力。对，换句话说，它获利变得更少。那所以在中国制造的方面，在日本来讲，所谓 Made in China 的部分，它的竞争、它的获利都在降低。所以这种就往下走。另外一种往上走的，那不是只有日本啊，这个法国总统带了多少企业家去？我们还是看有外资进去，虽然现在的外资进入中国大陆已经比以前少很多了，也是中国大陆目前经济面临的一个困境。还有人想要跟我打赌，就是川普4月去的时候，会有多少美国大老板跟着川普一起去抢单？那他们抢的是 K 线往上走的部分，往上走的部分就是中国研发、中国技术、中国软体工程师的总数，以及中国的勤奋。所以以前是勤奋的劳动力，现在是勤奋的研发力。那么这些还是可以补足其他外国或外资的部分。那么这个 K 型线的发展，其实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面不难理解嘛。那台湾似乎也是慢慢会走这一块，日本会选择这样走，还有一个外部因素，就是所谓的降低风险，对地缘经济是这些综合的考量，所以基本上它不是所谓的出走的话是 decoupling， 就是那但是日本走的是 de-risking， 就是去风险化。对，其实我们常常听到说，产业的嗅觉永远比政府要敏锐哈，就是先一步的看到整个市场未来的前景啊。所以这个日本是如此，那韩国呢？我们来看一下哈，在这个临近日本的韩国哈，因为整体来看，2026无疑还是全球各国要拼经济的一年啊，因为经济还是最重要的。到2025 12月26号为止啊。根据报道是，韩国股市呢在2025年呢大涨超过72%，远远超过日经指数的27%。然后呢，台湾的这边呢加权指数是24%，中国上证指数18%，那美国标普500呢是17%，NASDAQ 是23%。简单来讲就是。韩国股市是勇夺全球主要股市的获利冠军，而路透社也分析啊，这跟南韩目前主政的李在明是很有关系。刚才何老师也特别提到了，1月4号李在明就要访问中国大陆，那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呢，以国事访问的规格来接待李在明，而且现在又看到了中日因为这个台湾有事这样的一个言论呢，关系紧张。
所以也认为说北京有意要借此来强化跟南韩的双边关系。那预料呢，双方也将会讨论到南韩的核潜艇啦、两岸问题啊，还有调节中日的问题啊。另外也会讨论中韩自由贸易协定第2阶段的谈判，还有稀土供应链相关合作等经济的议题。南韩外语大学这个政治经济学的教授叫姜俊英就表示说，中国似乎已经战略性的判断，让李在明先访中，再跟日本举行峰会，对北京是比较有利的。你又怎么看？我觉得这个判断是蛮明确的啦，就是说，毕竟李在明在还没选上总统之前，就对中国表现出比较友好的态度。那当然也让当时尹锡悦去对照之下，就尹锡悦的这个做法，其实让南韩的民众，我觉得很快就选边站了，非常的清楚哈。那至于说，我觉得接下来要看的其实另外一个重点，就是比较军事上的是这样，就是中国其实他在这段期间特别去展示了一个他在核武上的准备。那过去因为我们在讲一个东西，就是说整个东亚的安全局势，其实它不太像北约一样是一个同盟关系，而是美国个别的去跟各国建立起的这个关系。它不是一个所谓的它的架构，其实我觉得不能算是一种架构，它算是一个情况而已哈。所以当假设在整个亚太地区的未来的所谓的核安全的架构是立基在中国这一端的话，那它就会是一个翻转。那所以当南韩跟这个美国在谈所谓的这个安全合作的时候，为什么川普讲的是我给你做核潜舰的原因就在这里，他希望把这些所谓的核安全的这个能力是分散到各国去各自去负责的。但我觉得中